今天我回收了一台油锯啊，这是一台史蒂尔的250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台机子已经很旧了啊，用了也有大概2年的时间。客户拿过来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什么力气了啊，油门加不起来，一加油门的话，有的时候会熄火啊。他说让我给他换一个化油器，如果说换一个新的化油器上去还是没有解决问题，他就不要了啊。结果我给他换了一个新的化油器上去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化油器是新的。换了一个新化油器上去呢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，他最后还是不要了，以旧换新，买了一台新的回去。那这台机子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我们今天把它拆开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它的链轮，这链轮也磨损的有点严重了啊。那现在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，这个间隙比较大。这是它的离合器，一个垫片。那它这个机油泵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根钢丝，我们机子在转动的时候呢，这根钢丝会这样转动。然后带动这个机油泵工作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有齿轮，这里是一个涡轮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说它这个机子，如果说你不加速的时候呢，它这边是不转动的，只要你速度上来以后，它才会泵油啊。这个也设计的非常好，看一下这边是机油泵，这是机油泵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在曲轴这里，间隙比较大啊，不知道是断了还是轴承坏了。这个要把发动机拆掉啊。那现在我们来把它拆开啊。好了，现在这个气缸的话已经拆下来了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可以看到活塞啊，活塞环也看得到。然后这边就是曲轴这里间隙比较大啊，这个地方你看，感觉像是轴承坏了。现在我把它打开看一下，看是什么问题。现在这个活塞已经拆掉了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磨损很轻微啊，几乎是看不出来什么磨损。活塞环呢也没有问题。然后这边轴承有一点点间隙啊，但是不影响。这个曲轴油封已经坏了，已经没用了，这个油封老化了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两个的油封都有问题。现在我把那个油封取下来之后呢，重新把那个曲轴装上去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间隙，它其实不是轴承的间隙啊，这个间隙来自于气缸与轴承之间的一个间隙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这里面磨损很严重了啊，所以这套气缸的话就，必须要换了，这不换不行，这个矿洞太大了，你看，这间隙很大，那没办法，这个必须要换一套气缸。更换这个气缸的话，价格也蛮贵的啊，所以客户就不愿意修了。除了这个气缸，其他的都是一些塑料件了，都是一些塑料件。
只剩下一些外壳了，你们看一下。那你们觉得像这样的还有没有必要去维修？换气缸划不划算？还有一个人，今夜将为你失眠。我们短暂的爱情，在午夜画下句点。你决定回到他身边，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，依然令你感到眷恋。流着泪的你的脸，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，许多画面向你说，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。流着泪的你的脸，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盏是我，片片梦碎的声音，也是回到他身边，带着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，依然令你感到眷恋。流着泪的你的脸，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，许多画面向你说。我已没有勇气回头，流着泪的你的脸，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盏是我，片片梦碎的声音。